千千万万个战友一起正在准备着中共的所谓的绑架中国70年的黑社会的国庆日。在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想知道这个国庆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要搞国庆？70年的国庆意味着什么？他即将出来的这些阅兵仪式里所展现的武器，到底是要杀敌，还是灭我们的同胞？他要秀肌肉，是要展示给全世界人民他多强大，还是他内心的恐惧？无论是他即将展示的东风系列、东风17、东风21B 和东风41，以及东风17DB，从300、600、800、2000、6000、8000到15000、14000的加强版15000这样的长程导弹打到全世界各地，并且移动多功能发射，包括他即将公布的走在长安街上，在64被碾压无数个同胞同学的血的那个大街上，再一次以最先进的武器展示给全世界，其中有新型的坦克和无人战机和潜水无人机和潜水无人机，以及它的所谓的秘密武器。从89年到现在，整整的将近我们30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这个流氓非法组织集团军力确实提高了。30年后，悲剧的事情，14亿人民要看着这些共匪、盗国贼、抢劫犯，要在8964我们同胞的鲜血的一条路上继续耀武扬威。所有的独裁者都独爱阅兵，为什么？大家要记住一个历史，1932年到1942年期间，全人类达到最鼎沸的阅兵仪式是希特勒。希特勒之前在欧洲，意大利的总统叫墨索里尼，是一个独裁军阀。他曾经展示给希特勒意大利的各个兵种的阅兵，希特勒当时学到了很多，当即回到德国开始了他的阅兵排练，也就是人类上看到至今为止无人超越的阅兵仪式，叫陆海空，还有仪式方队，包括了当时柏林的建筑、雕塑、影像、视频、电影等等艺术展示给全人类。当时战败后的德国直接从所谓的民主主义到了独裁主义，到了纳粹。当时德国在世界上的工业、经济、金融、文化之发达，那个现象带给了德国人民一个幻想，就是德国可以统治全世界。这种极权主义的完美的展示的印象，是所有阅兵的鼻祖和开始。到今天，包括即将开始的、还未开始的70年所谓的被绑架了14亿中国人民的共匪组织的国庆，无法相提并论。当年在柏林展示当中，那希特勒几个大将，特别是他的建筑大师斯佩尔，曾经有一句名言，在我没有看到这个阅兵仪式之前，我害怕希特勒。当我看到当他带着我看到这个排演的时候，我开始一半害怕，一半敬仰希特勒。
当我正式看完这个阅兵仪式以后，我变成了100%敬仰希特勒。我的建筑的比例从过去的人这个柱体的高度1:1的比例变成了1:17的比例，那就是在他心目中，希特勒比任何人都高出17倍。当时所有的建筑之宏伟建筑之震撼，到现在无人超越。斯派尔的儿子小斯派尔是我的朋友，是他第一个到北京和我见面以后出了盘古当时的建筑方案，后来我没采纳，太多纳粹的影子了。但是你们要看到盘古的龙廊绝对是受到斯派尔建筑的龙廊的影响。但是我们是龙廊。那么中国的北京都市规划中轴线，包括刚刚启用的大兴机场，从大兴机场到北京昌平和东西长安街的改造，包括奥运村，都是斯派尔的蓝图。也就是说，当年希特勒的阅兵，他集结了德国、欧洲、全世界对都市、建筑、艺术、文化、军事、媒体与美学以集权于一体，成为了他的工具。当时的希特勒到底是强大还是虚弱呢？大家知道就在他秀肌肉的30几年前，在天津1909年也有一个阅兵，是大清朝的阅兵，在天津火车站阅兵后的1000天就被灭了大清朝墨索里尼最后也被灭了。就在希特勒创造人类集权美学和独裁于一体，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与集于一体的时候，达到了完美的高峰的时候，至今无人超越的时候，也是宣布他死亡的时候，也是德国人对全世界的人权造成最大伤害的时候。希特勒阅兵之后，所谓的利剑行动和在阅兵上宣布的全德国人民要准备着不怕死、不怕牺牲，建立伟大的优越的德国，以及告诉全世界人民德国的经济和军事都将是伟大的，并膨胀了德国一部分极权人士的野心，开始发动了对全世界的最大的战争，也开始对犹太人最大的人权屠杀。和今天相比，中共70年绑架了中国人民70年之后的这个政权，刚刚在新疆关押的200万人以上，和无数个新疆家人现在妻离子散，人被消失，和当年的犹太人如出一辙，和刚刚此时此刻在香港大街上被消失、被流血、被杀害、被失去自由的人，简直是就是一个翻版的当年希特勒。同时大家也看到，当年的希特勒最恐惧的是什么？他不是美国，也不是欧洲联军，也不是英国，他最大的宣传就是当年葛佩尔他的宣传部长，现在的王沪宁说了一句话：当我们把谎言说1000遍、10000遍的时候，就将变成真理。所以我们要把全德国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变成我们的工具和我们的武器。当时希特勒有一句话，不管我们坦克有多强大，因为当时西门子和奔驰宝马集团给他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坦克，射程1000公里杀伤力无比，相当于今天的核武器。他说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坦克，都不如我们讲一段视频，都不如我们拍一个好电影，都不如让所有的这些孩子们，让他们100%臣服于我们。和刚刚我们最近直播当中提到的，中国自古以来
从夏时代到现在已经是将近5000年了。公元前2000多年前，中国有了豫宗、豫粤、豫币的党政和党权，也就是说现在的总统和军权和金融权的三权鼎立的文化之后，一直到今天，中国人所推崇的也是追求的民主自由最不能最是对立的，就是说人民扮演什么角色。后来大秦朝就是御民五策，驾驭人民的五策当中，弱民、平民、愚民、苦民，那就是当年希特勒的核心思想。戈培尔的讲话和斯拜尔的建筑和希特勒对建筑和作为陆军出身的这背景和他酷爱建筑学，形成了极端美学、极端政治学，人类上邪恶的人性和魔性的最高峰。看到今天的香港、新疆、西藏、台湾和被打压的人权和民权，以及像709律师，以及像法轮功和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各种追求宗教信仰的人士所面对的一样的情况，那就是希特勒当年的恐惧，就是人民聪明，人民对整个社会的清醒的认识和民智的唤醒。和希特勒当年最不一样的事情，中共面对这个最大的挑战，那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叫互联网时代。希特勒最崇拜的视频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表演的淋漓极致。这就是西方文明战胜了希特勒，战胜了墨索里尼独裁政权之后，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人民的人权的基础的实力，就是互联网。今天世界上最怕互联网的国家都是最坏的国家。但是战友们，你们千万不要忘了，最爱阅兵的希特勒，他最后死在了从来不阅兵的美国人手里面。最爱阅兵的毛泽东，是当年杀掉了跟他阅兵的所有的站在天安门上的人，他的战友，亲密的战友。最爱阅兵的斯大林，希特勒的追随者，杀掉了99%的他的将军。我们再看共产党过去的5次大阅兵，在5次大阅兵当中站在天安门的人几乎没有好下场，包括毛泽东本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断子绝孙，死不能进土。后来无论是江泽民，无论是胡锦涛，无不败在了阅兵之上。阅兵是对内表示镇压，对党内统一军队思想，一个对内部权力、外部威胁和挑战自己的缺点和犯罪一个掩盖的迷魂剂。胆小之人、无知之人会被害怕，甚至被看过之后，这个政权无法挑战，我必须忠于他。甚至很多人忘掉了自己被强奸、诱惑走的妻子儿女，甚至甘心情愿的再次把自己的儿女送给这个魔鬼集团，延续共产党多年来所谓的义务兵的战略，送去给他们当炮灰。所以说，除了极权主义和独裁的基础需要，以及掩盖政权内部军队内部的统一思想、内部矛盾、军队恐吓、对人民的威胁，以及在全世界面前秀肌肉，阻止或者延缓他死亡的时间，这是他核心的目的。但是我再说，告诉战友们，最爱阅兵的希特勒死在了不阅兵的美国人手里边，最爱阅兵的斯大林死到最后的地上尿一裤子，被所有跟阅兵人踩在了地上。最爱阅兵的中共没有人好下场。还有当年
日本的侵略主义者，最爱阅兵的山本五十六是被跟随他阅兵学习的几个普通的一个战士把他的飞机打了下来，改变了当时日军的所有的在国际战场的机会。凡是穷兵黩武，持剑者必死于剑下，仗剑者必死于剑下。自信之人，自信之国家，是以人民为主，不是以所谓的独裁和现在天安门出现的16000个军人和10万个老百姓被他们给愚弄的，这加在一起和中国14亿人比，连个毛都不算。和香港大街上追求光复香港、挑战集权的香港人民，连个屁都不算。全世界因为有了互联网，今天有了我们的爆料革命，我们将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邪恶的共产党，他为什么他要在玩这种滑稽的、丢人现眼的、奇陋的、完全不了解世界形势的这种小孩子游戏。我们的一个摄像机顶他千军万马。今天早上一个美国朋友说，他的东风41最希望打到中央公园南侧，打到郭文贵那个家里面来，把我给笑晕了。我说是的，希望他打过来吧。那么今天我们千万个战友，大家要想到一个问题：14亿中国人和60几亿的外国人，竟然没有一个电视台能真正的了解共产党阅兵的真相，包括他的武器，包括它的历史和它的来历。所以在这个所谓的国庆之前，我们所有的全世界战友连在了一起，由我们很多战友、部分战友发起一个个的群组，制作了大量的视频和证据，来向大家解释他为什么阅兵，他阅兵仗义代表什么，共产党从1949年阅兵向人民承诺了什么，他都做了什么，他是怎么对待人民的。那么这里面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会有一会儿我这个讲完以后会有我们的战鹰团的大卫战友兄弟和咱们的其他战友们，先给大家制作了一系列的视频，向大家展示共产党的所谓军力是吹牛叉，还是吹鼠定还是下老鼠炕枪窝里横他会展示视频的同时我们大卫兄弟和战友们一起向大家解释这个视频的意义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转播中央电视台共产党垄断的 CCTV 他的现场直播，我和班农先生和路德先生会现场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我们所知道了解的一点点信息，可能是胡说八道，完全不正确但是呢，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能知道的，毕竟我们能说话我们还能说出话那么接下来呢，在他们完了以后我们就接下来就有我们的其他战友，是有 Sarah 吧？有有 Sarah 然后就是由我们战友之声的 Sarah 制作了一系列的共产党的流氓欺骗的历史视频，并由 Sarah 和战友们向给大家解释，来对比所谓的国庆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会播到今天晚上12点，然后会停止直播。明天的早上，也就是北京的晚上6点钟，我们开始再次直播所谓的国庆晚宴音乐会届时我们还有很多战友像我们卡利西西斯小哥很多战友，还有我们神秘的 MIJ 小团队还有其他战友，我现在就不多说了都会出现他们制作的视频，并由他们来解释这个视频和共产党的70年大庆所的意义和目的然后呢，我们会凑点热闹，小小的点评和路德和班农先生会播到明天中午12点。所以这个就看到了
我们参与这节目的人是真正的中国人啊，没有任何人给我们钱，不像现在这个中国的国庆啊，所谓建国庆500亿，对外说230是500亿，500亿的钱是谁的啊？不是习近平家里边种地种出来的，也不是王岐山家里边种，也不是海航捐的款。大家要记住，任何国家政府从来不生产财富，也不创造财富，这钱全是老百姓的钱。我们今天在这个直播室里边，战友们制作的视频和我们路德先生和所有朋友们付出的生命、时间、危险，没有人付钱，因为我们在为中国人在追求着喜马拉雅，让中国人过上幸福、安康、有法治和有信仰、自由、安全的日子。我们是没有人付钱的，共产党是付钱的，是你付钱。是老百姓付钱，拿命付钱，你不听还要你的命，甚至灭你的门。我们这你不愿意看就别看啊，你不愿意听就别听，完全自由，骂几句我们都听着。啊，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们让你们害怕，我们让你们安全，让你们幸福。啊，这就是我们所有的爆料革命的意义，没有核心，没有组织，没有欲望。而且我们大家的真实和战斗力和这种精神和天安门上那些老叉叉们那完全不一个感觉啊！我们会用未来的10几个小时展示给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让他们看一看我们中国人现在不一样了。爆料革命走到今天，毋庸置疑的将成为代表中国人的最积极的力量，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不是在天安门上是代表了盗国贼毛谢族的利益。人民军队忠于党的笑话和人民军队为党打仗的笑话，在我们这儿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的人民爆料，我们的爆料革命是真为人民奉献，不要你的钱，不要你的命，不让你害怕。共产党是要你的钱，要你的命，让你恐惧。我们会未来在直播当中现场多个画面，就是北京天安门现场和香港现场的对比，以及我们现场的直播和战友们制作的精美的以共产党的历史来怼共产党的最有力的证据。我相信今天任何人参与的这场爆料的这场晚会叫反共产党灭共国庆联播大晚会，全球连线，全球战友连线，会创造中国人走向民主自由法治的最伟大的历史的时刻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点。所以说每个战友的奉献，你们的回报就是一个让历史去证明，让未来去证明。接下来我们会先请路德先生将我们的战友大卫兄弟创造的战鹰团和他的战友们展示给他们制作的视频，人民军队到底有多硬，人民军队为什么要忠于党，人民军队能不能打仗。